为什么说撞击太阳比飞出太阳系还要难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看不见的力量？首先得说清楚，任何想撞太阳的探测器，第一步都得先挣脱地球，可别以为造个火箭朝天上一射就行。这一步的难度已经能难倒绝大多数国家。这里要提一个关键概念：逃逸速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物体要彻底摆脱地球引力必须达到的最低速度。地球的逃逸速度是每秒 11.2 公里，换算下来差不多 2.5 万公里每小时，比步枪子弹还快30倍。要达到这个速度，需要的能量大到惊人。当年送阿波罗宇航员登月的土星5号火箭，高达110米，比30层楼还高，装了200多万升燃料，才勉强把一个小小的登月舱送到月球轨道。而这仅仅是离开地球的难度，跟撞太阳比起来，只能算开胃小菜。好不容易冲出地球，你以为就能直奔太阳了？其实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，因为地球本身正在绕太阳狂奔，速度高达每秒30公里，而你发射的探测器就像你坐在狂奔的火车上，跳起来还是会跟着火车走一样。这时候关键差异就来了，想飞出太阳系其实很省心，只要顺着地球公转的方向再加一脚油，让探测器速度超过太阳的引力束缚速度，就能慢慢挣脱，一路向外跑。当年旅行者1号就是这么干的，靠几次引力弹弓加速，顺顺利利冲出了太阳系。但想撞太阳简直就是逆天而行，你得先让探测器刹车，而且是从 6.7 万公里10小时的速度硬生生降到几乎为0，才能让太阳的引力把它吸过去。既然减速要这么多能量，探测器带的燃料根本不够，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？别急，航天工程师们早就想到了妙招——引力弹弓。而且这个弹弓不光能加速，还能刹车。简单来说，引力弹弓就是让探测器靠近一颗行星，借行星的引力来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方向。比如金星，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比地球还快。当探测器以特定角度飞过金星时，金星的引力会像一只大手，先拽着探测器加速，再反方向给它一个拉力，相当于借了金星的动量，给探测器踩了脚刹车。人类首个近距离探测太阳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就是这么干的。它没有直接朝太阳飞，而是规划了一条绕弯子的路线，在近7年的时间里，先后7次飞掠金星，每次都借金星的引力减速，同时把自己的轨道一点点拉近太阳。如果没有这些操作，帕克探测器只会像一颗迷你行星，跟着地球的初始速度绕太阳转，永远也靠近不了太阳表面。这也打破了很多人的误区。太空任务不是瞄准目标加速就行，更像是在玩一场需要极致精准的引力拼图，每一步都得算得分毫不差。就算闯过了减速关，探测器还要面对一个更直接的威胁——太阳的极端高温。要知道，帕克探测器最靠近太阳时，距离只有380万公里，那里的太阳辐射强度是地球的500多倍。换成普通航天器，1秒钟就会被融成铁水。为了让帕克活下来，工程师们给他量身打造了一件金钟罩热防护系统。这个隔热盾只有 11.4 厘米厚，却用了顶级的碳复合材料，能扛住1371摄氏度的高温。更绝的是，盾的表面涂了一层白色陶瓷，能反射大部分太阳辐射，就像给探测器穿了一件反光防晒衣。更神奇的是温度差，隔热盾朝向太阳的一面是炼狱，背面却像春天。探测器内部的科学仪器能一直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的舒适温度。不仅如此，帕克的太阳能板会收缩，靠近太阳时只露出一小部分，避免被烤焦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套用去离子水的主动冷却系统，专门给关键部件降温。这可是人类航天史上最复杂的冷却系统。但就算这样，帕克也不敢长时间待在太阳附近。它的轨道是椭圆形的，快速冲进去收集数据，再迅速退出来，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高能粒子中。每次靠近都比上一次更近一点，一点点揭开太阳的秘密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帕克都这么近了，再加点力不就能撞上去了吗？答案是理论上可以，现实中完全做不到。首先，帕克探测器最靠近太阳时速度高达69万公里每小时，这个速度让它能稳定绕太阳转，不会掉下去。想让它撞太阳，就得把这个速度彻底抵消，这需要的能量是目前任何航天器都带不动的燃料量。其次，引力弹弓的刹车能力也是有限的，每次飞掠金星只能把探测器的近日点拉近一点，想从380万公里直接降到0，光靠金星不够，还得最后一次全力刹车。但帕克根本没带这么多燃料，更关键的是，太阳没有固体表面，我们看到的太阳表面其实是它的光球层。
再往外是色球层、日冕，全是高温等离子体，温度最高能到200万摄氏度。就算探测器真的冲到太阳附近，也会在进入大气层的瞬间被高温和高能粒子分解成原子，根本谈不上撞击。其实核心原因很简单，飞出太阳系是顺势而为，顺着地球公转的方向加速，借引力弹弓的力，一步步挣脱就行。而撞太阳是逆势而为，先得抵消地球给的6.7万公里每小时的初始速度，再扛住太阳的炼狱级环境，最后还要克服没有固体表面可撞的问题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，一个是加速就能跑，一个是刹车还不够，难度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现在的帕克探测器已经创造了人类的奇迹，它穿过了太阳的日冕，收集到了人类从未获得过的太阳数据，帮我们解开了太阳风、太阳磁场的很多谜团。但要真正撞向太阳，人类还得突破燃料、材料、动力系统的多重限制。看完这些，你是不是对宇宙的规则有了新的认识？原来看着距离最近的太阳，反而成了最难抵达的终点。如果未来人类真的要实现撞日任务，你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技术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